美国犹他州锡安国家公园 Narrows River Walk 一线天溯溪健行步道。在锡安公园里可以说是游山玩水。第一天上山登上了最惊险的 Angel's Landing， 第二天就下水来到了最惊艳的 Narrows。 顾名思义，它的步道就是狭窄细长，那它也是 Virgin River 流经过锡安峡谷里面最狭窄的一段。而当我走在两旁几千英尺高的砂岩峭壁底下，这河流步道的宽度竟然只有30多英尺，会有种错觉，好像走在长长的走廊里。而这个河道的总长度虽然只有16英里，但是这逆流而上的溯溪，我小心翼翼地踩在滑溜的石头上，我担心着随时都有可能会滑倒。在这样的精神折磨下，瞬间这16英里就无情的拉长，变成了100里，越走越远，前进也不是，后退也不是，感觉就是走不到尽头。整个溯溪来回往返，我不知不觉走了8个小时。这8个小时里，约有70%走在水里面，30%是走在岸边的石头上。我边走边用木棍来测试水深，但与其说是徒步健行，我把它当成是极限体能的河中漫步，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探险。出发的前2天跟抵达当天，锡安公园还下着雨。我原本还担心河水暴涨、土石流崩塌。其实园区里游客中心的资讯，它随时都在更新。巴士停靠站、登山入口也都有明显的风险提示，它标注着水流速度、水温、水深跟登山路况。一旦达到了危险标准，园方就一定会关闭步道。除了注意气象以外，还要有装备，包含水鞋、保暖袜，还有木棒。这租借费用1天是美金30元，这是涉溪不可或缺的基本安全配备，千万不能省哦。这在园区里外的商店都可以租借得到。另外，建议带有防水功能的后背包，这详细我会在影片的下方多做说明。Narrows 的溯溪起始点在哪里呢？把车子停在游客中心的停车场，然后搭乘园区里的 Shuttle， 在 Shuttle 的最后一站 Sinawava 下车，大概走个20分钟，1英里左右就可以抵达涉溪的起始点。沿路都有树荫，别怕哦。溯溪可以选择由上而下，或是由下而上。如果选择从上游走到下游，是需要搭帐篷在河边过夜，你甚至需要游泳过河，而且是需要申请许可证才可以下水。所以我这一次选择了简单的 bottom up 溯溪方式，也就是从下游走到上游。在巴士的最后一站下车后，我大约走了20分钟，终于来到了 Narrows 的下游溯溪起始点。最兴奋的时刻就是现在，又爱又怕受伤害。我想玩水，但又怕把鞋袜弄湿。就这样，我迫不及待地踏进冰凉的水，展开期待已久的涉溪探险。刚开始的水平线很浅，只会淹到脚踝。这时候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地上的石头，我可以轻松地走，但是小心踩稳。我称它是暖身步道区，没有装备的人可以在这个下游起始点拍几张到此一游的照片。
从朔溪的下游起始点往前走大约0.5英里，我第一站先来到了神秘瀑布 Mystery Falls。而时间不够或是体力不足又想体会朔溪到此一游的人，通常是到达这个神秘瀑布之后就会结束返回。而我呢，入宝山哪有空手而回的道理？我当然继续往前走啊。在这里我再分享一下，就在朔溪回程的时候，刚好阳光折射在神秘瀑布的大岩石上，你看看，一整个金光闪闪，美到刺眼不行。接下来的目的地是 House Rock， 再继续往前走大约0.5英里，再绕一个弯，就会看到像房子一样大的大石头矗立在河边。这就是朔溪的第二景点 House Rock。 而我呢，也跟多数人一样，遇到大石头就会习惯性的往上爬，站上去，然后拍照打卡，到此一游。住在这里的视野真好，清风徐徐的吹来，配上我的科学面芒果干跟可乐，这就是我的早午餐。我再继续小心翼翼的往前行，在途中还遇到3位专业的登山高手。Look， 人家专业的是游泳向前进，再爬山，再清楚放大看一次游泳爬山。而我呢，却是一步一脚印，像老太太拿着拐杖一样，使尽吃奶的力气，拖着沉重的步伐往前行。经过 House Rock 之后呢，越往前走会发现两旁的岩壁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陡峭。再转个大弯，前面所看到的就是第3站凹陷的岩壁 Narrows Alcove。 这是河水经年累月所冲刷出来的凹陷岩壁。我站在这里放眼看去，好像在欣赏大自然的艺术创作。你看看，这像不像是悬挂在空中的大石头呢？而这个大岩石上的斑纹，是不是很特别？它不是单纯由河水切割出来的纹路哦，而它是由矿物质跟高级细菌所创造出来的天然作品。经过了 Alcove， 接下来的朔溪步道路况就是水陆两栖，有时候走在水里，有时候走在岸边，这就是典型的水陆两栖朔溪步道。走到这里，你将看到接下来河道越往上游走，两旁的岩壁会越来越高，河道也变得越来越窄。
现在看到前方的岔路，就是来到了 Narrows 的第4站 Orderville。我第一次徘徊在河流中央的十字路口，该向左走还是该向右走，这种感觉真的是很奇妙。左边这条河道是通往 Narrow 上游的主流，而右边这条支流则是通往 Orderville Canyon。像这样的一线天，有去过 Antelope Canyon 羚羊谷的人，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场景似曾相识呢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什么是 The Power of Love。 没错，这就是爱情的力量。这男人扛着女人过河，而当他们成功上岸以后，我们在旁边观看的人都全体拍手叫好，一阵欢呼击赏。而这条通往 Orderville 峡谷的上游，有些地方随着水深需要游泳过河，而且离岸后的登山步道难度也比较高，甚至有些障碍物是需要绳索的辅助才可以跨越，所以我只好放弃。继续往前走，下一个目标是另一个大石头，也是我最期待的。其实走了4个小时，我的身体机能可以说是累到说不出话来，但是眼前的美景却让我眼睛闭不起来，腿也停不下来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！我从上午9点走到下午1点，我终于看到了 Narrow 最经典的地标 Floating Rock， 漂浮的大石头。从这里任何一个角度看起来，张张都是美丽的风景画。而午后的阳光折射进来，辉映在这黄澄澄的岩壁上。矗立在河中的这个大石头呢，就像舞台上的一颗大宝石，有着天然投射灯的聚焦，跟络绎不断的游客前来朝圣，目睹它的风采。而离开这块大石头，也即将进入朔溪的重头戏——华尔街 （Wall Street）。我跋山涉水，终于来到了华尔街。这华尔街可以说是整段朔溪的重头戏。走在河道的山谷里，感觉像走在地球的中心，没有河岸，没有树，没有任何可以攀爬的岩壁。也就是说，万一下大雨，洪水一来，即刻就会被卷走。这也是整段朔溪最危险的一段。而能够亲眼目睹这令人叹为观止、鬼斧神工的华尔街，就算冒着生命危险走到膝盖在发炎、腿在颤抖，也是值得。从这里往前走，大约1英里左右就可以抵达终点站 Big Spring。但是我弃械投降了，因为多出来的这一小段来回往返还会再多出2至3个小时，而其实大多数人也都是走到华尔街尾，然后就返回了。那我从朔溪的源头走到华尔街尾，也花了我5个多小时，所以该是打道回府的时候了。我也忍不住给自己掌声鼓励鼓励。于是我开始照原来的路走回去。如果你问我这趟旅行除了朔溪一直走以外，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呢？我的回答会是尿尿。这100%纯天然的景点里是没有厕所的哦。解决人生大事这道难题，所有人都一样。
在河里面带微笑，自然的排出体外，或者是在岸边找一块大石头当岩壁，吸收日月精华，就地解决。所以我在这里温馨提醒一下，在出发的前一天一定要注意饮食，否则当肚子痛的时候，后果就很难想象哦。中午过后人越来越多，我很庆幸自己起个大早，7点就出发，不必人挤人，而顺流而下的脚步也比较省力。最后依照国际惯例来做一个总结，在喜安公园的第2天，我又再次走了7英里，也就相当于19246步。早上6点半就起床，8点进入园区赶上第1班的 shuttle， 9点抵达朔溪的起始点，下午5点才走回巴士接驳站。离开园区已经是傍晚6点了。去的时间是9月中，水温比较高，水也比较浅，水流速度也很缓慢。因为峡谷里的日照比较少，所以会比较阴凉，所以建议要穿个外套哦。但是水温是舒适的。在这里提醒要前往 Narrow 探险的朋友们，安全第一，装备要齐全，能走多远就走多远，千万不要在第一站神秘瀑布拍完几张照片就打道回府。相信我，你越往上游走，绝对让你惊叹连连。这个会被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美国100大探险步道中的第5名，绝非浪得虚名。在此谢谢你见证我成功解锁犹他州喜安国家公园 Narrow 朔溪步道。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订阅、点赞加分享，祝福您旅游平安。